我们这边有一台壁扇，它的摆头功能已经坏掉了。我们今天就要来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这边这一台是一台壁扇 ，DC 的壁扇。它目前的问题就是摆头不能正常的摆。这里测试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先把它打开，然后我现在让它摆头。它齿轮已经坏掉了，没办法动。我们这边顺带提一下，我们上次有拍过一个影片，给这个抽风机上油。那之前的症状就是这个抽风机启动的时候会叽叽乖乖，发出那种奇怪的摩擦的声音。我们上次影片中是使用真车油，现在已经过了起码有4个月了。我现在测试一下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效果还不错。它现在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杂音，所以这个说明我们上次的这种修理方式呢，非常的好用，而且能够持久。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壁扇拆下来了。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需要的零件，因为我们今天修理的是 DC 型的电风扇。也就是一般说的节能电扇，它这一款的摆头功能也是使用电子控制，跟一般传统电风扇使用机械控制是不太一样的，所以零件会不同。我右手边这一颗，这个就是传统电风扇的摆头的齿轮箱，各位可以很明显看出来这两种不太一样。右手边这一个，它就完全是机械的齿轮箱。上面这一根就是一般我们控制摆头，这一根拉起来它就会停止摆头，压下去它就会开始摆头，跟这种电子式的是不太一样的。你看它这个有电线有没有？它完全是用电子来控制。一般这种电风扇它的摆头它就可以使用遥控器来控制，像这一种传统式的，它的摆头就没有办法用遥控器来控制。我们这个影片主要 focus 在 DC 型的电风扇或者壁扇，我们就不多说这种传统式的齿轮箱。我们回头来看它这个摆头的零件，它这个东西你如果要在网络上搜索的话，你可以搜索电风扇、壁扇同步马达，一般就可以找到像这种东西。它这个上面有型号，像我的这一款型号是 AM03。这种电子式的同步马达型号非常的多，如果你要购买的话，你一定要把你的电风扇或者壁扇把它拆开来，确认型号之后再来购买。购买的时候，除了型号要对之外，它有的型号它会有不同的电压，像我这一款的话是120伏的60赫兹的。然后这边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买的这一款的轴心，它这种叫做插销式的。各位可以看得到，它的螺丝孔是在这一根轴心的这个边上，从这个地方这样子插进去的，并不是从这个轴心的底部锁上去。这个就是螺丝孔。等一下我在拆的时候，各位可以看得更明显。除了螺丝的孔位不一样之外呢，它这个轴心的长度也有可能会有不同。这一根轴心的长度要从这个金属的外壳，这个银色的部分量到这一根轴心的顶部。像我这一款的话，它是1.2公分的，它也有出长轴的，就是这根轴心会比较长，它的长度就会到1.9公分。所以各位在购买这个东西的时候要非常的注意，第一个型号要对，第二个它的电压要对，第三个它这个锁螺丝的位置这个款式要对，像我这一款是插销式的。第四个要注意的就是这根轴心的长度，它有可能会有出不同版本，短的跟长的。那我这个是短的，如果买错的话，很有可能你这不能用哦。传统的部分也是会有点不太一样，那我另外一个影片再来说。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只是要修理摆头问题的话，我们只需要把后面这个罩子拿掉。前面的网子跟扇叶是不需要拿掉的。今天很有可能会把网子跟罩子一起拿掉，因为我想要顺便把轴心上面上一点油。之前我抽风机上油的影片效果不错嘛，那既然都已经拆了，就顺便上一点油，免得说过不了多久它又发出怪声音缺油了，那还不是得再拆一次，就顺便一起做。如果要拆后面这个罩子的话，后面这边有一个孔，
这边孔里面有个螺丝，把这个螺丝卸下来，罩子就可以拿下来。如果你发现后面这一个孔看不到螺丝的话，有的时候是被胶带贴住了，有的时候它是会有一个修饰的盖子。如果是这种状况，你就把那一个盖子用小支的1字起子把它挑掉就可以了。通常都是10字的螺丝，我们用一般的10字螺丝起子把它打开，这样子这个盖子就可以取下来。取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同步马达就在这个位置。购买马达之前，就先把罩子打开，确认型号、确认规格、轴心的长度，还有轴心螺丝的款式之类的。我们从这个方向来看，各位看到这边有一根螺丝有没有？它这根螺丝就是从侧面锁进这一根轴心的，这种就叫做插销式的。如果要拆下这个马达的话，要拆3个螺丝，这2个螺丝之外，还有它这个下方，刚刚说插销那一个地方，那个螺丝也要把它松开，把下面这个部分脱离，这样子这一颗马达就可以取下来。我现在先把下面这个轴心的螺丝卸下来，下面这个它就可以脱离，这样子带动摆头的这个机关，它就可以脱离马达。再来把马达左右2侧的螺丝转下来，3颗螺丝都松开之后，这个马达它就可以直接拿下来了。它这个马达标示的是120伏的交流电，所以我打算就直接把这个线剪断，然后这一颗是新的马达，再直接把线这样子接上去。交流电的话没有分正负极嘛，所以2条线怎么接应该是都能用的。先把旧的线剪断，然后把这个线剥皮，两边都剥好皮之后，再把线接起来。那我就不用焊接了，就直接这样子接起来，再用绝缘胶带包起来就好。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会焊接，这样子是一般人都可以处理的方式。线接好之后，我们再把螺丝锁回去。最后下方这边摆头的这个套筒，把它套回这个轴心，然后再把螺丝装回去。线都接好了，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因为它是闭扇，挂着比较好测试。开电，然后我们让它摆头，有没有就很 OK 了？哦，它就摆得还蛮顺畅的，不像之前还要用手推它。停止，摆头就没有问题了。修理摆头这个就算成功了。那我们继续来把这个轴心上一下油好了。上油的部分我今天解说的就不会说太详细。如果想要看非常详细的上油的解说的话，可以看我抽风机的影片。如果要给轴心上油的话，前面这个网子跟扇叶都要拆下来。这个网子的部分，它是用旁边这个塑胶环扣起来的。有一些塑胶环它会有设计有螺丝，像这个凸起的这个地方，它有时候会有螺丝固定住。那你把螺丝解开，这个塑胶环就可以拆下来。那一般我们从后面这边把它松开，它是类似卡榫这样子卡上去而已。把它松开，前面这个罩子就可以打开。没有拆过电风扇的话，注意一下，它这个盖子是反向的螺纹。一般我们锁紧的话是正转是锁紧嘛，它这个变成是刚好颠倒，正转的话变成是松开。所以我们要松开，我们要正转，不要转反了，免得你的螺纹给转坏了。它这个设计主要是要为了防止这个电风扇因为转动的方向跟螺纹方向一样，导致它电风扇转动之后，这个盖子松开，所以它设计是反向的。打开之后，这个叶片就可以拿下来，这个固定环把它松开，它的方向就恢复正常。松开的话就是逆时针转就松开。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后面的罩子给拿下来。要拆前面这一块塑胶的话，这边有4颗螺丝，把它松开就可以拆下来。全部松开之后，前面这一块塑胶板就可以拿下来。这一台是 DC 的闭扇嘛，我发现它这一颗 DC 的马达比一般传统的 AC 马达小很多。
我们要打开这个盖子，一样是有4只螺丝，上面这边2只，下面2只。我发现它这个前盖是跟这个座连在一起的，所以可能没办法直接把这个前盖打开，那我们就只能开后盖。开后盖的话，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一根刚刚那个摆头的联动的杆子再重新把它分离。分离之后，后面的这个盖子应该就可以打开。每一个款式的电风扇可能会稍有不同，到时候各位可以看一下你的状况是什么样子。把刚刚那个摆头的联动杆子再把它分离，现在后面的这个盖子应该就可以打开，像这样子。如果里面有铜线的线圈的话，千万不要把铜线弄断了，弄断了它可能就会短路哦，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各位，我发现这个不用拆了，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它这个里面呢是使用培林的。我来换另外一个角度拍一下，这样应该会比较清楚。有没有看到这个轴心上面它是有一颗培林？培林的话就没有上油的必要。那我们就再把它装回去吧。我们再小心的把这个盖子盖回去。看起来这个 DC 电风扇它这一台卖的还不便宜，大概也要1500块左右。里面用的是培林，算是还不错的材料了。培林的话就是会比较耐用，培林的话就不太能够保养。如果培林不行的话，就是直接换新的培林。装好之后，我们再把4只螺丝转回去。盖子的4只螺丝锁好之后，一样要确认这个轴心转的顺不顺，然后再把摆头的这根杆子装回去同步马达。接下来我们就把前面这个前盖装回去，4颗螺丝锁好，然后再把后面这个盖子装回去，后面就只有1颗螺丝。最后再把后面这个防护网装回去，它在上方有2颗这个卡榫，要对着这个圆盘上面这个有2个洞的这个卡榫。接下来把这个叶片装回去，大部分这个轴心前端这边会是一个半圆形，这个叶片的中间这个洞它也是半圆形的，所以你要对准之后它才有办法装进去。稍微转动一下看看顺畅度，没有问题。注意这个是反牙，所以你如果要锁紧的话，要逆时针，转反了那个塑胶的牙可能就坏掉了，你就会转不紧。最后再把前罩给罩回去。一般我们会先勾住上方，它旁边这个塑胶的这个条，它会一半扣住前面，一半扣住后面，所以我们再把它套回去，这样子就装回去了。下一个影片可能会跟各位分享传统型的电风扇怎么样修理摆头的问题，可能会顺便再帮那个电风扇上点油。我们今天这个 DC 电风扇摆头的问题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我们下次见，拜拜。